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荡魂山处食人泪，定仙游走魔向北。逆流河上万仙退，爱情不敌坚持泪。宿命兼程命中败，仙尊毁，而我不悔。不怕死就来吧。该死，月影谷发作了，以后再来收拾你们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真相吗？那邦家老居然篡改了历史。这将影像声音留在石壁上的手段，是花九行者布下的留影存声蛊，此蛊能刻印影像，并且投射出来。难怪前世那个蛊师不敢私吞，原来是怕家族发现这个被清理掉。好不容易探索得来的遗藏，就应该一个人独吞，凭什么要分给其他人？不冒风险，哪来的收益？才15块原石，穷鬼！有了，是9重。接下来就一门心思窝在客栈炼化蛊虫，只要有了本命蛊，就可以住在学员宿舍，并借助家族资源修行。9重可以提炼真元，只要炼化成为我的本命蛊，就可以大大提高我的修炼速度。这9重抵抗力好强，极有可能是花九行者的本命蛊。这样下去，17块原石就不够了，更别想在1个月炼化，除非是有2转3转蛊师相助。他双亲已经亡故，舅父舅母谋算着他，本身又没有靠山，从哪里找外援呢？更关键的是，9重的存在不能暴露。天都亮了，先去吃点东西吧。哥哥，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回家？告诉我，你对翠儿做了什么？古月方圆，人家一个小丫头服侍了你这么多年，对你的温柔体贴，我都一一看在眼里。是，我知道你很失落，因为你只有丙等资质嘛。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去迁怒他人啊，这对翠翠是不公平的。混账东西，你这是用什么口气对自己哥哥这么说话？那沈翠不过是个小丫鬟，你为了她就忘记我是你哥了吗？哥，你居然打我！从小到大你都没打过我。是，我是被测出甲等资质，你只是丙等，但是你也不能怪我呀，这都是上天的安排。天真的蠢货，我是怎么照顾你的？双亲死后，我们生活困苦，新的衣服我给你穿，喜欢吃的我让给你吃，被欺负了我帮你找回场子。现在你居然为了一个婢女来质问我。罢了，你既然连亲生父母都弃了，重新认了别人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也知道我从小就很渴望家庭的温暖。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弟弟，我也不再是你哥。哥，你不是喜欢沈翠吗？你放心，她还是黄花闺女。你给我6块原石，我把她转给你了。从今以后，她就是你的贴身女仆了。哥，你怎么？男欢女爱很正常，你坦诚一点，躲躲闪闪的算什么？当然，你若不换，那就算了。换怎么不换？但是我这原石只有5块半了。原石我收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哥哥，趁我还未改变主意，你最好从我眼前消失。跨出客栈门口，他下意识地捂住胸口，觉得心中一阵阵发虚，冥冥中有种感觉告诉他，他好像在此刻失去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。但他很快心头一热，他想到了沈翠以及那个魂牵梦绕的晚上。翠翠，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你了。弟弟走后，方圆面无表情，站了好一会，这才慢慢坐下。早餐已经凉了，伙计殷勤地走过来，问是否需要加热一下。方圆充耳未闻，似乎在回忆着什么。什么？你哥是这么说的？是的，我见到哥哥时，他就在客栈吃早点，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。我的傻孩子，婢女沈翠不是他方圆的私有物，而是我们调配给他的。你想要我把她调给你就是了啊。算了，我再给你拨6块原石，这次要好好用在炼蛊上面，夺得此次第一，我们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父亲大人，孩儿惭愧。下去吧，赶紧去炼蛊，你已经浪费不少时间了。哼，这个小兔崽子居然拿着我们的人来做买卖，真是狡诈奸猾。老爷，消消气，不过是6块原石罢了。
你懂什么？他方圆只是丙等资质，要炼化月光谷就得用原石，原本6块原石肯定不够，但是现在他有了12块，已经绰绰有余了。而且古师的修行，只要资源充足，就算丙等也能提升迅速。他方圆修为越低，1年后夺回家产的希望就越小。现在他刚刚修行，我们卡住他，让他在起步阶段就落后同龄人，家族的资源自然落不到他身上，没有资源辅助修行，越加落后，如此恶性循环下去，1年之后看他还能有实力继承家产不？就算我们不遏制他，他1年之后最多不过1转中阶。老爷，你可是2转修为，还怕他？你个笨蛋！我堂堂长辈，难道要和一个晚辈对殴不成？他要索回遗产，合情合理。只有从族规上着手。族中规定，16岁要成家立业者，就至少得有1转中阶的修为，否则就说明他方圆没有资格。这个方圆实在太难对付了，色诱都被他看破，这是什么心智？哎，要是他能和方正一样傻就好了。对了，今后你要对方正好一点，他可是甲等资质，而且他对方圆很不服气，很不甘心，这情绪很好，要好好引导。我有一种预感，他将来会是对付方圆的最好利器。我花了2天2夜，耗费12块原石，才将9重炼化到1/15。按照时间来算，也就是最近这几天，就会有人炼蛊成功了吧？一时的落后不算什么，只要有了9重。不好，蛊虫反噬！顿时，方圆感到一股强大的意志从9重的身上传来，直接越过真元，降临到他的空窍元海。蛊虫反噬的情况十分罕见，只有那种意志极为刚强的蛊虫才会奋尽全力，不成功则成仁。竟然敢入侵我的空窍，看来要孤注一掷了。只要我顶住这一波冲击，后面9重的意志就会大大削弱。来吧，花9行者，看看谁的意志更强。这熟悉的气息是，这熟悉的气息是春秋蝉。没有想到春秋蝉竟然跟着我一起重生了，原来它并非是一次性的消耗物，而是可以重复利用的。春秋蝉虽然是6转蛊虫，但一下子逆转500年光阴，导致元气大损，所以在空窍中沉睡。不过幸亏如此，不然方圆1转蛊师的空窍根本就容不下他，直接就会被他的磅礴气息撑破致死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它居然是我的本命蛊。9重是本命蛊的上之选，但是和春秋蝉一比较，它就是地上的泥渣。巨大的喜悦没有冲昏方圆的头脑，他很快冷静下来，开始思考春秋蝉给自己带来的影响。春秋蝉目前虽说虚弱至极，但我如果只利用它的气息，这对它本身是没有任何损害的。春秋蝉，果然如此一来，炼化蛊虫就轻而易举了。原本以为得不到第一，讲不到峰回路转，现在就去学堂领取头名奖励。3更半夜的，是谁在外面？禀告家老大人，有一位学员，他已经成功炼化了月光蛊。是哪个学员得了今年的第一？是古月方正吗？好像是的，好像就是方家之脉。算算时间，也该是他。做得好，古月方正，你没有让我失望，果真是有甲等资质的天才。家老大人，你认错了，古月方正是我的弟弟，在下古月方圆。你是古月方圆？正是晚辈。这么说，你就是本届第一？如果没有比我更早的人的话，貌似是这样的。这些天我刻苦修行，终于将月光蛊炼化成功了。我是甲等资质，又如此努力，没有人会比我更快。父亲母亲我说过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等着吧，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族人们，还有哥哥，从今天起，就让你们对我古月方正刮目相看。古月方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怎么，哥哥刚刚来过这里？先不管这些了。2位大哥，我是古月方正，我已经成功炼化了本命蛊，是来领取头名奖励的。你是古月方正，你们兄弟俩长得太像了，难怪家老大人都认错了。你来晚一步了，就在昨晚半夜，你的哥哥古月方圆领取了头名奖励。我哥哥，等等，你说他得了第一，这怎么可能？哥哥他不是只有丙等资质的吗？得了第一，开玩笑的吧？
是真的，稍后就会放出榜单。怎么，这事你哥哥没告诉你？怎么会这样？开玩笑的吧？如果是有家族支持的古月漠北和古月赤城，我还能理解，但凭什么是他？我这么努力，他却整天喝酒，喝得烂醉，结果却得了第一，这还有公理吗？漠北还没有继续练蛊吗？自从上午听到了有关方远的消息，少爷似乎深受打击，没有心情继续炼化月光蛊了。哼，古师修行，步步艰辛，这点小挫折算得了什么？那方圆不过是个丙等，之所以能得第一，想必也是因为运气。连这点挫折都承受不来，那他将来怎么执掌我们墨家之脉？怎么和赤家之脉抗衡？谁也不准劝导，让他自己好好想想。是，老爷。赤城，这炼蛊一看资质，二看蛊虫，想必方圆这次是运气好，选了个意志薄弱的蛊虫，才拿了第一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放下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方圆他不配成为你的劲敌，你真正的强敌是甲等资质的方正和墨家的漠北。好的，孙儿明白了。好，孙儿放心，爷爷等会利用三转蛊虫的气息，帮助你炼化这只蛊。月光蛊是我们古月一族的标志蛊虫，就像熊家的熊力蛊、白家的溪流蛊。接下来就由老夫亲自演示如何催动月光蛊进行攻击。首先用意念调动月光蛊转移到自己的手心，然后调动空窍中的真元灌入到月光蛊中。太厉害了，好美呀！都看仔细了，最后一步就是像我这样将它发射出去。接下来你们各自好好练习，3天后检查成果，谁的成绩最好，谁就能获得10块原石奖励。都听到了吗？大家在10块原石奖励的刺激下，都开始努力的练习使用月光蛊。哥哥，你上次得了第一，是因为运气好，选了一个意志薄弱的月光蛊。蛊师修行不可能总依赖运道，我会赢你的。不会是哥哥吧？刚刚这记月牙发挥的不错，是你发的吗？这个男学员有些手足无措，刚刚场面太混乱，都是月刃在飞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发的。好像可能是的吧。原来不是哥哥发的。可恶，每一记月刃都要消耗掉1成的真元。月刃的消耗太大了，我是丙等资质，只能连续催发出3片月刃。要使用月刃，无非是熟能生巧，资质高的人，空窍中真元就多，就有更多的练习机会。唉，古时修行就是这么残酷，我还是多多关照那些资质高的学生吧。一天很快就在众人的练习中度过。今天真是开心，尤其是学会了使用月光蛊。月刃空中飞舞，真是太帅了。大家一起去吃饭吧，顺便喝点酒。你们先走，我去学堂古市旁的铺子买具草人傀儡，好方便回家练习。方圆独自一人来到古市旁的铺子，铺子里有7位学员，正在为购买草人傀儡与店主还价。就3块原石，不讲价。是学弟啊，原来是江牙学长。学弟也是来购买草人傀儡的吗？给你打个折怎么样？3块原石。不用了，我买10片月兰花瓣。10片月兰花瓣，一个不少，你点点。蛊师炼蛊用蛊，同时也得养蛊，而方圆现在拥有3只蛊虫。月光蛊需要吞食月兰花瓣，九虫需要清煮酒，而春秋蝉则更奇特，它直接从光阴之河中喝水，维持生机。现在每天喂养蛊虫就要消耗1块原石，舅父舅母也断绝了我的生活费，目前只有20块原石了。看来3天后的月刃考核，我该表现一下，拿下那10块原石奖励。公子，告诉您一件事，不久后会有商队过来山寨，按照惯例，他们都会收购我们店里的清煮酒。公子最近都来买酒，掌柜怕到时候卖了商队，恐怕就所剩无几了。方圆需要喂养九虫，所需清煮酒的量是很大的，但他不可能一天喝上数坛酒，日子久了就会引人怀疑。那就再买5坛，等会儿跟我放到学堂宿舍去。好的，公子。幸亏我的春秋蝉是食用光阴，而不是其他食物，要不然我早就破产了。越高端的蛊虫越难养，
普通的蛊虫一天就要1-2块原石，就像春秋蝉的食物是光阴，其实更加珍贵。但俗话说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你有再多的钱，能买到光阴吗？买不到。拳脚是蛊师前期的基础，现在我给你们演示一遍。这个拳脚教习很务实啊，可惜教的毫无章法。你们下课后好好练习，接下来就是你们月光蛊的使用考核了。今天是检查成果的日子，现在你们依次上来，使用月刃进行3次攻击。反正自己争夺第一也没有希望，干脆放弃，省点原石好了。和少女一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，蛊师到处都需要用钱，但普通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手头拮据是蛊师常常面临的困境。这些人真是可惜又可悲，为了些许原石，放弃了进取的机会。原石是拿来用的，像个守财奴积蓄原石，干嘛成为蛊师呢？做得不错，还不错。他是方圆还是方正？是方正。方圆总是一脸冷漠。卧槽，打偏了，本来瞄准的是胸膛的。方正的成绩和漠北赤诚不相伯仲，就看学堂家老子的评分了。这样看来，今天考核的头名应该在他们3人当中产生了。等等，方圆上场了，就是那个丙等的冷酷天才，呵呵。哥哥，这次可不比上次了，我努力练习了那么久，一定能超越你。这也偏得太离谱了吧？的确是天才啊，难怪得了炼蛊第一呢。果然是垃圾啊！我为什么还抱有期待？仅剩下2次出手机会，不可能了，哥哥，我终于赢你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我会一次次的赢你，直到将我心中的阴影全部驱除，我才是最优秀的。古月方圆，好好努力。好的，家老大人。可恶，竟然又被他夺了第一。那2记月刃连续打在傀儡的脖子上，这到底是他又走了狗屎运，还是真正实力？你们如今本命蛊的使用也熟悉了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会教导你们如何温养空窍，提升蛊师的修为境界。1转蛊师是青铜真元，2转蛊师有赤铁真元，3转蛊师是白银真元。1份赤铁真元可比10份的青铜真元。但你们要记住，蛊虫只是工具，修为才是蛊师的根本。修为越高，才能驱使越强大的蛊虫。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，谁能率先晋升到1转中阶，就能获得30块原石和挑选第2头蛊虫的优先权。3个月后，我们会根据成绩设立1名班头，2名副班头，班头将享受10块原石的补助，副班头也有5块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都散了吧。要设立班头和副班头了。班头的福利居然这么好，要是我能成为班头就好了。关键是班头代表着荣耀，普通学员见到班头都要鞠躬问好的。没错，我一定要成为班头，让哥哥今后见到我都要鞠躬行礼。等等，哥哥去哪里了？5月方圆呢？跑得倒挺快，看来今天的考核又走了一次狗屎运。算了，不过10块原石的奖励吧。几个班头的位置，就让他们摩拳擦掌了，还真是热血天真啊！殊不知这些只是上位者调动下属积极性的价值观工具罢了。500年的人生经历，让方圆知道，一切组织的本质就是资源在分配，越高层享受越多资源。前世方圆在中州创立了血翼魔教，教众多达数万人，又设魔兵、魔将、魔帅等位置，给予相应的福利，让无数人趋之若鹜，为方圆所驱使。这样的经历，
让他对此中道理洞彻心扉。所以，任何组织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资源，而原石就是古尸修行的首要资源。他挡在大门中央干什么？哼，每次看他这副死拽的样子，我就很不爽。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大劫，每人交出1块原石才可以离开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方圆，你脑袋烧糊涂了吧？竟然站在学堂大门口来勒索我们！滚开！你区区一个丙等也敢挡小爷我的路？卧槽，你真敢动手！古月北拒婚死过去了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我们人多，方圆就一个人，一起上。他有500年战斗的经验，而这些少年才刚刚修行罢了，怎么会是他的对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方圆他要抢我们的原石。好了，都乖乖的给我交出1块原石，我就放你们走，否则的话，地上这些人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放你妈的屁！就凭你一个区丙等，也想战胜我堂堂1等？方圆的攻击手段，在他们眼中变得高深莫测起来。但其实方圆下手很有分寸，被他击倒的人只是昏迷，重伤的没有一个。交还是不交？交还是不交？交个毛！大家一起上！太凶残了，太可怕了！他们不会死了吧？你别过来，我们交。好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不是古月漠北吗？算了，估计你们也不会老实交。等等，你问都没问，怎么知道我们交不交？反正结果是一样的。家老大人，我们就一直看下去，不阻止他吗？这个方圆简直是目无法纪，只要大人一声令下，属下就拿下此子。此子是天生的战斗古尸啊，可惜资质只有丙等，到底是差了一筹。大人，您不打算阻止这场闹剧吗？任由他这样胡闹下去的话，影响不太好吧？为什么要阻止？此子已经掌控全局，下手极有分寸。你们看这些倒在地上的少年，哪一个是受了重伤的？没有。就算有重伤又怎么样？难道学堂中的治疗古尸还不能治好这种跌打损伤吗？可是此子实在太嚣张了，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哼，把你们放在眼里，你们不姓古月算什么东西？看你们忠心，给个侍卫的位置，一个奴仆也敢妄议主子，管主子的事情。属下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妄议主子，革去头领之职，半个月后重新考核新的头领。侍卫头目每个月能多拿半块原石，在他们眼中，当上头目就是人上人，除了主子们，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。好了，都杵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滚下去！等斗殴完了，清扫场地去。属下告退。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们就用月刃射你了。你们胆子真大呀！忘记学堂的规矩了吗？学堂内不允许使用蛊虫进行打斗，否则就要被开除。你们要想被开除，就尽管出手吧。好像是有这条规矩。你不要打我，我都给你，我都给你。我早就说过，只取1块原石，你可以走了。这个少女怕是只能作为后勤古尸，在家族里从事生产，别指望她上战场了。倒是这个方圆有些意思，有战斗天赋，更知道分寸。学堂中的补贴本来就只有3块，被拿走1块，无伤大雅。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我劝你快向学堂家老主动认错，否则你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说不定就要被开除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看样子哥哥还不是彻底疯了，能听得了劝说就好。1人1块原石。什么？就连我也要交吗？我亲爱的弟弟，你当然可以不交。真好啊，我要是他弟弟就好了。就是，但是
你的下场就会和他们一样。连亲弟弟都不放过，我们打不过他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还是先交了度过眼前难关。没错，先交了原石，反正只交1块，回去后汇报给师长，有他好受的。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，剩下的少年们都带着不忿的眼神，乖乖地接受了方圆的保护。等一等，方圆，你难道想出尔反尔吗？难道你们会觉得我会蹲下来一个个搜他们的身吗？好了，方圆，我们懂你的意思了。迫于方圆的淫威，他们只好一个个搜出地上少年们的钱袋，并从中取出1块原石交给方圆。全班共有57人，就有了56块。之前原本有20块，花了10块买了青竹酒，再加上他自己的补贴和奖励，如今手头上有79块原石。暂时喂养蛊虫就不用担心了。都速度点，把小主子们都妥善安排好了。我要将空窍中4×4的元海都转换成中阶真元，需要耗费18成的初阶真元。这还是有9重帮我提炼的情况下，想要尽快达到1转中阶，就得借助原石了。公子，您买的20坛青竹酒到了，拿进来吧。现在又只剩下39块原石了。听说你今天被方圆打了？是的，更可气的是，学堂方面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次您可得帮我出这口恶气啊！爷爷不会为你出头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爷爷，您是希望我靠自己的力量找回场子是吗？这只是一方面，你要记住，你是我们赤之分脉的形象，要能够独当一面。好的，爷爷。你接下来需苦练基本拳脚，把场子找回来，同时也要努力修行，争取班头的位置，这是莫大的荣耀。父亲母亲，事情就是这样子的。方圆这次犯下如此大错，估计不久后就要被学堂开除了。好了，你少说几句吧。你不过失去1块原石，去账房领1枚就好了，下去好好修行。以你的甲等资质，我和母亲都期待着你成为第一呢。那孩儿告退了。哥哥恐怕真的要被开除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该不该为他求情呢？不用求情，他连你这个亲弟弟的原石都抢，就算被开除，也是咎由自取。他可是你亲哥哥，血浓于水啊！好吧，即便你不认他，也得求情，不然别人会觉得你无情无义的。老爷，我看方圆这次肯定要被开除了。方圆不会被开除的，甚至可能任何惩罚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蛊师，不会明白，学堂里并不禁止学员之间的争斗，甚至保持鼓励态度，打斗越多，对战斗就越有帮助。那方圆抢了这么一大笔原石，就这样放过他了吗？方正是甲等资质，总有一天会比他强大，我们就利用这件事情挑拨方正，让他彻底远离方圆，为我们所用。嘿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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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学员们转变太大了，只是其中有一个叫做方圆的，还是一样的懒散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所说的这个方圆，就是导致其他人转变的源头啊！经此一事，方圆毫无疑问成了公敌，被所有人敌视和孤立。少年们勤学苦练基础拳脚，他们已经决定务必要亲手把场子找回来。方圆，你抢一次不够，还想抢？每人1块原石，就可免受皮肉之苦。方圆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要向你挑战。漠北，你太没用了，看我的！方圆的战斗经验岂是他们可比的？他带着一个鼓鼓的原石袋子悠然而去。兄弟们，快来收拾场子了！